黄鼠狼成精的秘密。从我懂事开始，家里人就告诉我，看到周三叔要躲得远一点，也不要去他家里玩，因为周三叔家里供奉着一尊很诡异的神像。这周三叔啊，40多岁，长得又黑又瘦，脑袋就像是一颗骷髅头，硬生生的绷了张干干的人皮在外面，嘴唇边还留着2撇小胡子，一笑起来就发出咯咯咯的怪声，那样子很是吓人。听村里的老人说，周三叔年轻的时候其实挺正常的，他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他的老婆跟着别的男人跑了。周三叔受到很大的刺激，然后就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周三叔在家迷迷糊糊的躺了大半个月，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不行了的时候，他那病奇迹般的好了。他一好，马上在后院供奉起一尊古怪的神像，整个人也性情大变，浑身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劲儿，不管是走路还是说话，都像极了一只成精的黄鼠狼。大家都说呀，这周三叔生病的时候，拿自己的命和成了精的黄鼠狼做了交易。这后院供奉的那尊神像，其实也是黄鼠狼成精化身成的邪神。因此这村里的人都很怕周三叔，尤其是小孩子，一看到周三叔都得绕着道走，甚至村里的女人还会拿着周三叔的名字来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孩子。这不管多顽皮的孩子，一听到周三叔的名字，这马上就老实了。虽然村里的小孩都惧怕周三叔，可是却喜欢偷偷的和周三叔的小儿子一起玩。这周三叔一共有4个孩子，大儿子和2女儿比我大得很多。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去了，所以没有什么交集。第3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因病夭折。小儿子周文兵只比我大2岁，村里的孩子都叫他小文哥。这小文哥呀，打小就聪明，是班里的3好学生。他还会用树枝做弹弓打鸟，用斑毛杆做各种漂亮的手枪，用家里的破竹篓做成陷阱抓鱼。因为周三叔的原因，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敢和小文哥玩的，但是实在是经不起他那些小手枪小弹弓的诱惑，渐渐的就开始背着家里的大人跟他玩在一块儿。至今我还记得小文哥带着我们一起上山下河打鱼捕鸟玩枪战的日子。这天我们几个小伙伴玩着玩着，突然就说起了周三叔。我一脸好奇地问啊，小文哥，这村里大人都说你爸是一只成了精的黄大仙儿，这是真的吗？他要真是黄鼠狼成精，直接抱着生鸡肉啃就行了，还吃什么饭呀，喝什么水呀？小文哥一脸不屑的轻嗤一声，十分反感的说道，我看他平常吃饭吃的还挺香的呢。哎，小文哥，听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一起玩的小伙伴阿土突然就想起什么吓人的事情，脸色不太好的压低了声音。那前天晚上我半夜忽然肚子疼，就跑到外边草地里蹲着拉屎，结果在李二奶奶的鸡圈外就看到周三叔了。你们猜猜这周三叔在干什么？其他几个小伙伴的兴致一下子就被提起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道，在干什么？哎呀，我看见他怀里抱着一只大母鸡，蹲在那儿流口水，
当时周三叔的眼睛就像是夜里的电筒一样发着光，锃亮锃亮的，简直太吓人了。我们几个听得正入神，阿土突然双手成爪，发出一阵骇人的低吼，这吓得我直接一个跟头摔了个四脚朝天，逗得几个小伙伴一阵的哈哈大笑。小文哥听了阿土的话，脸色有点不好看了，眼睛也有点泛红，就像是很生气的样子。他平常在家说话都挺正常的，一出门立马就变得疯疯癫癫、神神叨叨的。这小文哥啊，一脸的愤愤。我看他根本就是装神弄鬼，故意吓唬别人。因为周三叔的怪异行为，小文哥也没少遭到村里人的非议，所以啊，平常也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起周三叔的事儿。我就怕小文哥是真的生气了，那以后可就不带我们玩了。于是转而问起他家供奉的那尊神秘的神像。那啥，小文哥，我听我爸说你家的后院里供奉着一尊食人精血的神秘怪像，只要供奉者拿鲜血饲养，这尊神像就能帮人达成心愿，这是真的吗？你能不能帮人实现心愿我不知道啊，不过那尊神像倒是确实有点古怪。小文哥抿着嘴唇，欲言又止了好一会儿，这才继续说道：就平时那神像我爸都是拿着一块红布盖着的，有一次我去后院拿东西，就发现那神像头上的红布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被风给吹开了，就在我的视线对上那尊神像的眼睛，那一刹那我就突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的剧烈恶心感，就总觉得有只看不见的恐怖鬼手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让我喘不上气儿来，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晕了过去。因为小文哥说的实在太吓人了，我们几个小伙伴也莫名的跟着紧张起来，屏着呼吸，等待着他说出下文。小文哥用力的深吸一口气，那迷迷糊糊中，我就总感觉看到一只浑身是血的女鬼追着我不放，就是不管我怎么逃，都有铺天盖地的血水向我汹涌过来，一直到最后自己被淹没在一片深不见底的血海中。等我清醒过来之后，那就是好几天之后了。说完，小文哥也像是终于从可怕的噩梦中惊醒过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从那以后，要是没什么要紧事儿，平常我就不去后院，因为我一看到那尊神像，我就莫名的害怕。哪怕只是偶尔从门口经过，不小心往后院里看上一眼，我都觉得那背后冷飕飕的。这11、12岁的男孩子本来就处在一个对什么东西都好奇的年纪，越是恐怖可怕的事情就越想去探个究竟。所以啊，大家都一致希望小文哥能带着我们去见识见识他家供奉的那尊神奇的神像。小文哥一开始不同意，可是经不住我们求了又求，终于还是答应了。于是他就趁着周三叔出去的时候，偷偷的把我们带进他的家里。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周三叔家里去，一间低矮矮的瓦房，哪怕是大白天也是阴气森森的，这一走进去就可以闻到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从大门进到堂屋，进入左侧的灶屋，再从后面的小门穿过去，就是供奉着那尊古怪神像的后院子。因为平常听了太多关于周三叔的恐怖传言，再加上这屋子里的气氛实在是阴森可怕，所以走到一半，就有好几个小伙伴偷偷地溜了回来。走到连接着后院的那个门时，这原本的一大群人
竟然只剩下我和小文哥2个。你要是看的那神像就在后边。小文哥说着，伸手朝里边指了指。你看完赶紧出来，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我到外边给你盯着点儿，有情况我马上进来通知你。这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小文哥就一转身出去了。这阴沉沉的屋子里，一下就只剩我一个人。莫名的不适感让我条件反射般的跟着小文哥就往外跑，可是跑了几步，我迟疑着停下来。之前被阿土他们吓得摔了个狗吃屎，被一群小伙伴嘲笑我是胆小鬼，那面子都快丢完了。这如果我现在一个人进去看那尊古怪的神像，一会儿再出去向他们炫耀，那他们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为了在小伙伴面前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于是我努力压下强烈的恐惧感，硬着头皮出了后门，来到了周三叔家的后院。周三叔家的房子修在一道不是很高的悬崖下方，因为后院太窄，不方便放东西，就在崖壁上凿了一个大窟窿，用来储存平常用的柴火和堆放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我屏着呼吸，小心翼翼地在杂物中间寻找了一会儿。忽然，一抹异样的红色吸引我的注意力。就在崖壁上凿出来的那个大洞里，几块石头简单地搭起一个神盒，竟然真的就供奉着一尊大约20厘米左右的神像。那神像被一块褪了色的红布盖着，只能看到神像下方油亮油亮的黑色底座。神像前面的一小块空地上还残留着没有烧完的香蜡纸钱。这洞里的光线本来就暗，陡然间见到这尊盖着红布的古怪神像，一种无法形容的诡异感突然涌上心头，让我不由得头皮发麻。我就本能的想要转身往外跑，可是双腿却不由自主的向那尊神像缓缓地走过去，手又像是被什么神秘力量吸引着一般，抓住那块老旧变色的红布猛地一扯，乍然看清这尊神像的全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神像的样子是一只像人一样站立着的黄鼠狼，眯缝着眼睛在笑着。神像上面有大片大片的污渍，也不知道是不是血液干枯之后形成的褐色污渍。阴暗的光线下，衬托出这黄鼠狼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越发诡异。想起村民们说这尊诡异的神像会吸人精血的恐怖传言，我机灵灵地打了个寒战，扔下手中的红布，刚要离开，冷不防一个带着愤怒的低沉男音在我身后响起来：你在干什么？我这一惊回头，就看见一张干枯黑瘦的尖细长脸突然间从阴暗的光线中浮现出来。周三叔一双阴森森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声音低沉地问道：谁让你进来的？我这吓得尖叫一声，从他腋下钻过，撒腿飞快地跑了。后来我在阿土那儿知道，那天几个小伙伴在门外等我，就突然看见周三叔回来，直接就被吓得是一哄而散。小文哥本想跑回来给我报信儿的，结果直接被周三叔一脚就踢飞了。周三叔供奉的那尊神像虽然是诡异吓人，但是好像也没有村里大人说的那样会从神河上跳下来咬人脖子吸人精血。我这心有余悸，却又暗自庆幸。因为怕挨骂，
我就没把去周三叔家的事儿告诉家里大人。晚饭过后，我妈数了数在鸡圈里捉米的鸡，就发现有一只公鸡没来，就让我上李二奶奶家的鸡窝里瞅瞅，看看是不是跟着她家的老母鸡给跑了。因为不久前丢了鸡，李二奶奶为了防偷鸡贼，就在这鸡窝的外面用黑色的塑料板搭了个棚子，里边黑灯瞎火的，除了能闻到一股臭烘烘的鸡屎味儿，什么也看不见。我这刚弯下腰，打算把脑袋伸进去看得清楚一点，一只手突然重重地搭在我的肩上，我这吓了一跳，猛地扭头，只见一个黄鼠狼脑袋人身的怪物骇然的就站在我的身后，神态和动作都和周三叔家供奉在后院的诡异神像如出一辙。那怪物弯着腰，双手拢在袖子里，笑眯眯地看着我，阴森森地问道：小伙子，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呢？这声音低沉嘶哑，这难听的就好像是拉锯齿，一下一下送进我的耳朵里。我这脑子里嗡的一声，身子一软，就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后来听我妈说呀，在李二奶奶的鸡窝旁边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昏迷不醒，而且身上就像着了火一样，烧得发烫，怎么喊都喊不起来。这我妈给吓坏了，赶紧把我背到镇上的医院。医生先是给我打了一针，又给我开了一瓶退烧药，让我妈把我背回去，每4个小时喂我吃一次。最开始的时候，我妈喂我吃退烧药还能管用，可是到了第2天，我身上的温度越来越高，吃退烧药都没用了。这明明盖着好几床的棉被，我都哆嗦着一个劲儿的寒冷。这我妈吓坏了，就跟我爸正准备把我往城里的医院送。路上遇到走亲戚回来的李二奶奶，她看见我这个样子，就说我好像是中邪了，让我妈最好是找个懂行的人给我瞅瞅。于是我妈就把村里的神婆找来，这神婆先是烧了点纸钱，化成黑水给我灌了几口下去，然后就跟我妈说呀，要找到我丢魂的地方，把我那丢掉的魂给喊回来，我这病才能好。在农村啊，大人要忙着干农活，根本就没时间管孩子，所以大点的孩子那都是放养。我妈也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被什么东西给吓着了，于是就把经常跟我一块玩的阿土叫了过来。阿土啊，就说那昨天小文哥把我带到他家去玩，还去看了周三叔供在后院的那尊神像。知道这事儿之后，老实了一辈子从来没和村里人发生过口角的我妈，不管不顾的就冲到周三叔家里，二话不说直接开骂，把他这辈子能想到的脏话全给用上了。我爸按照神婆的嘱咐，装了碗清水来到正对着周三叔大门的那条大路上，用摆枝呀一边抛洒碗里的清水，一边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周清雅，回来喽，回来喽。就这样，我爸是整整喊了3个晚上，那喉咙都喊破了。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喊魂真的起到作用，第4天的时候，我竟然真的退烧了，只是后来在家养了大半个月，这才慢慢的恢复过来。回想起在李二奶奶鸡圈外看到的那只跟人一样站起来说话的黄鼠狼，连我自个儿都不清楚当时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说我冒犯到周三叔家的那尊古怪神像，这神像化成实体来找我算账了。我这也不敢多去想，因为这事儿啊，
村里关于周三叔的恐怖传言越来越多，甚至不少村民都说，那小文哥就是灾星的化身，跟他走得近的人都得倒大霉。原来那几个经常和小文哥摸鱼捞虾打野仗的孩子，差点没被家里人把屁股打了。这之后呢，就再也不敢找小文哥玩了。渐渐的呀，小文哥变得不爱说话。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就总能看到小文哥远远地躲在一边，那渴望加入的孤独身影。几年之后，听说周三叔的大儿子在外边做生意赚了大钱，二女儿在外边谈了男朋友，刚刚把结婚证办下来，南方那边的老房子也是被拆了，一下就分到好几套房，好几十万的拆迁款。小文哥也以全校最好的成绩考上城里最好的高中，一时之间周家风光无限。可是村里人都在议论，说这周三叔家的几个子女之所以会有这么大出息，就是因为他供奉的那尊邪神，那玩意儿吸走了全村人的好运气。这被吸走的好运都转移到他几个儿女身上去了。这天是李二奶奶80大寿，他儿子在村口摆了几十桌的酒席，请村里人吃饭。因为还不到开席的时间，几个大姨大妈就坐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起周三叔家的事情。我那侄儿那可是大学生啊，在外边做生意那都是在赔钱儿。周老大他一个初中生，凭什么能赚这么多钱呢？要不是他爹弄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儿，我就不信他那木头脑袋还有这种本事。一个满脸刻薄的老太太不服气地吐着嘴里的瓜子皮。还有呢，他家那周二妹就跟他那个黄鼠狼老爹一样，长得又黑又丑。我要是个男的呀，我都看不上他。结果呢，嫁个男人那么有钱，这搞不好真的是他老汉在人家小伙子身上下了什么迷惑人心的咒语了，这才看上他家周二妹。一个肥头大耳的女人说话也是酸溜溜的。我儿子今年也高考，平常成绩特别好啊，结果这高考成绩考得一塌糊涂。一个中年大妈恨恨地说，我看呢，这肯定就是周老汉把我儿子的好运气转移到他小儿子身上去了，否则就周文斌那个死气沉沉的鬼样子，他凭什么被重点高中录取啊？依我看，就应该让教育局的人好好查查，看他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作弊。当时我和几个同伴就坐在旁边路口的黄角树下打牌玩，他们那谈话的内容我都听到了。我跟周家老大和老二没什么接触，他们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小文哥的成绩历年都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怕挨打，我已经很久没和小文哥在一起玩了，可是听到别人这么说小时候很要好的伙伴，我这心里边也是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那啥，孙姨啊，我堂哥跟你儿子王文华一个班的，今儿他也考上高中了。我堂哥说了，你儿子平常最喜欢抄他卷子，不给抄还不乐意呢。我头也不抬，扔出一张牌。嗨，就你儿子那真实水平，想考高中啊，只怕给他加个500万中大奖的运气都不够呢。他儿子的老底儿被我揭穿，这中年大妈觉得脸上挂不住了，一下就怒了。郑清扬，你个死娃娃！我说周文斌那灾星又没说你，你贫什么嘴啊？这么多瓜子花生都塞不住你那张臭嘴。哟，这可没您嘴巴臭啊！我又没背着别人说是非。嘿，这中年女人听言大怒，伸手就来掐我的嘴。
你个臭小子，简直欠收拾了！我下意识地偏了偏头，想躲开，却看见中年女人一脸心虚地盯着我的身后，打了个寒颤，然后骂骂咧咧地自个儿走了。那几个叽叽喳喳的大妈大婶儿也都神情古怪地闭了嘴。我这一脸奇怪地转头看去，就见小文哥背着个书包站在我的身后。因为这村子里没有人敢请周三叔家的人，所以小文哥应该是从学校回来，路过村口时刚好看见那个中年大妈要掐我嘴，他就那样冷冰冰地盯着他，直到中年大妈害怕了，远远地走开，他这才收回视线。好一阵子不见，小文哥现在的样子沉郁了不少，原本一双明亮的眼睛也变得晦暗无光，眼睑下面还有明显的黑眼圈，这整个人就跟中邪了一样，缺少这个年纪该有的精气神。忽然就见到被村里视为灾星的小文哥，跟我打牌的几个同伴似乎也是被他吓了一跳，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那些来参加李二奶奶大寿的村民也都一脸异样地看着这边。我就怕和小文哥走得太近也会被村民议论，所以我也没敢和小文哥打招呼。小文哥转动着两颗布满血丝的眼球，有气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见我没有要跟他打招呼的打算，就一脸失望地朝他家的方向走去。且刚才明明是小文哥帮了我，我却因为害怕别人异样的目光，就连一个招呼的勇气都没有。一种强烈的愧疚感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没忍住追上去叫他：那啥，小文哥，对不起，如果当初不是我缠着你，让你带我去看那尊神像，你就不会被人说成灾星了。可是我就只因为害怕挨打，再也没敢来找你玩。我把憋在肚子里的话一口气说完，心里边总算是舒服许多。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小文哥突然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你放心，我不会怪你的。而且因为我爸的原因呢，从小到大不知道多少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呢，我也不会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说的话放在心上。小文哥用力地揉着自己太阳穴，脸上尽是疲态。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总是做噩梦，总是梦到那个浑身是血的女鬼，不管我怎么逃，她都能找到我，总是追着我不放。这说着，小文哥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的虚空，就好像他刚说的可怕女鬼就在他面前一样。突然，一阵尖锐的猪叫声响起，这把我吓得浑身一个哆嗦。转头看去，只见烧着一大锅热水的炉灶旁，村里几个高大壮实的男人正合力将一头100来斤的大肥猪死死地按在一块石板上，一把明晃晃的尖刀照着猪脖子一刀下去，那猪血顿时喷涌而出，粘稠的液体顺着石板弥漫开来，流淌了一地。原来啊，李二奶奶的儿子为了给李二奶奶办寿宴，竟然买了一头大肥猪回来现杀。在农村，尤其是80、90年代的农村，每逢过年过节的，村民都会杀猪做腊肉过年。那场面虽然血腥了点儿，可是大家也都司空见惯了，就连小孩子见了也不再害怕，甚至还会开心地等着肉吃。可是我转头看小文哥，却见他浑身颤抖着张大嘴巴，从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呵呵声。因为恐惧，2颗眼球就像马上要从眼窝子里喷出来一样。那啥，小文哥，你没事吧？我看他脸色难看，就下意识地伸手扶他，
问他怎么了，却见小文哥像中邪了一样，猛地一把把我甩开，然后大叫一声，紧紧地捂着脑袋，就跟见鬼一样发疯似的跑远了。我这被小文哥的怪异举动吓了一跳，愣在那儿，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这梦里我仿佛回到几年前，小文哥用斑毛杆子做了漂亮的手枪，带着我们一班小伙伴去山里边打仗玩。这玩着玩着，小文哥不见了，小伙伴们也不见了。我漫无目的的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白雾中，这突然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袍子的高瘦男子，他伸手拉着一个小小的身影走向黑暗的深处。小文哥，你上哪儿去？你快回来啊！我冲着那个小小的身影声嘶力竭的大喊，小文哥却怎么也不回头，可是拉着他的那个高瘦男人却缓缓地转过头。小伙子，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啊？这伴随着一阵呵呵的低沉笑声，陡然间我看清楚那张毛茸茸嘴角还带着诡异笑容的黄鼠狼的脸。我这再也忍不住的啊的一声大叫着从床上坐起来，因为刚才这个梦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就连早饭都没吃，就想着先出去透透气，却被我妈叫住了。要是没事就在家待着，别出去了，看看电视，睡会儿觉。这我妈平常最讨厌的就是我没事待在家里睡觉。今天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呀。见我一脸不解，妈妈迟疑了一下，这才说道：昨儿晚上周文兵那娃儿啊，突然爬到他们家后边那个悬崖上，从10米多高的地方跳到他家后院里摔死了。小文哥死了？我这脑子又嗡了一声，不顾我妈的阻拦，拔腿就往小文哥家里跑去。我过去的时候，小文哥家门外的那条大路上已经有着一群看热闹的人，彼此之间交头接耳，远远地看着周家的房子，议论纷纷。哎呦，告诉你啊，听说这人跳下去的时候，那脑袋砸在一块石头上，脑浆流了一地，半边脸都摔没了。嘿，我去，这真是太吓人了！你们说，这才16、17岁这么大点的娃娃，什么想不通的呀？10几米高的崖，说跳就跳啊，就好像不知道害怕一样。这我看呐，那8成是被周老汉供的那邪门东西给反噬了。呵，我看着也像啊，像是黄皮子这种畜生修炼出来的大仙儿，最是邪门了。这玩意儿供在家里，虽然可以把别人的好运转到自己身上，可是这意不如他的意了，就会被反噬，甚至让事主遭遇血光之灾。我从这些议论纷纷的人群中挤过去，只见周三叔表情木讷地坐在旁边的台阶上，动作僵硬地往地上的火盆里一张一张地放着黄纸。这黄纸被火舌一卷，顿时腾起一阵阵热浪，随即烟灰四起。不同于往日的诡局，也没有任何的怪异言行，此时的周三叔就好像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失去儿子的悲伤父亲，他仿佛一个晚上已经苍老10几岁。周三叔的身后，小文哥的尸体就摆在一块木板上，用一张白布盖着，隐约可以看到下面严重变形的人体轮廓，以及木板下一大片从尸体上流出来的暗红血水。远远地看着这一幕，我的心脏狠狠地一揪，
回想着儿时那个带着我们抓鸟捉鱼眼睛亮亮的少年，一种无法形容的悲伤蓦然地涌上心头。因为小文哥的死太过诡异吓人，这村里人都在议论，是周三叔年纪大了，压不住他供奉的那个邪门玩意儿，这是被反噬了，害死了小文哥。小文哥去世之后，周家大哥就想给周三叔建一座宽敞的洋房，让他一个人住得舒服点。结果工人刚来，就被周三叔拿着菜刀一顿的追赶，这吓得工人们都不敢来了。周家二姐担心周三叔一个人在家里没人照顾，就想把他接到丈夫分的新房子去享福。可是没成想，这周三叔直接把一桶臭烘烘的大粪泼到女儿女婿身上，大骂着让他们滚，不准周二姐再进家门。不管周家的老大和二姐怎么说，这周三叔就死守着这间破瓦房不肯离开。到了最后，除非是有必须的生活用品要去集市上买，否则村里人几乎见不到他出门。周三叔每天就抱着棍子坐在门口，一双阴森森的眼睛咕噜噜地转着，就像是疯了一样，朝着门外咕咕咕的怪笑。因为他的样子实在是太古怪吓人，再加上小文哥的死，给那间低矮潮湿的瓦房增添了异常恐怖的色彩，所以村里人对周三叔更加的害怕了，平常宁愿绕着道走远路，也不敢从他家的房子前路过。这天，我爸我妈正在地里割麦子，李二奶奶突然找过来，说他儿子干活的那个工地上的工头需要2个零工，让我爸我妈去帮忙干2天活，一天给50块钱。一天50，干2天就有100。那时候对每天都在地里讨生活的农民来说，这几乎相当于1个月的收入。所以我爸我妈第二天一大早就跟着李二奶奶儿子坐车去了城里。走之前就吩咐让我下午放学回来时把没割的最后半块地的麦子割了。当天下午放学回来，我把那半块地的麦子割完，这天都已经黑了。我背着最后一筐麦子抄近路回家，走着走着，这就来到周三叔家后面悬崖上方的那条小路。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向下看去，就正好可以看到周三叔家的后院和他家那间低矮破旧的瓦房。由于小时候在他家的后院被周三叔供奉的那尊神像吓到过，这多多少少就给我留下一点心理阴影。再加上小文哥就是从这儿跳下去摔死的，所以我一走到这儿，看到周三叔家的后院就觉得背上凉飕飕的。我加快脚步，想快点离开这里，可是心里越慌就越是走不快。我一着急，脚下踩空了，一个跟头直接从悬崖上翻了下去，重重的摔倒在周三叔的后院中。这好在呀，我掉下去的时候背上背着一大筐麦子先着地了，帮我挡下一大半的冲击力，所以我保住性命，只是暂时的晕了过去。也不知道我晕了多久，一阵震耳欲聋的惊雷声突然在空中炸响，紧跟着便是倾盆而下的大雨，雨水很快汇集成无数的水流，将地上的泥土冲开。我被冰冷的水淋得醒过来，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扶着点什么，撑着浑身酸痛的身体坐起来，冷不防这手掌就摸到一个硬硬的圆球状的物体。我顺手拿起来一看，一道闪电陡然劈开夜空。我他妈这手上拿着的竟然是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头。我这惊恐之余，我也忍不住发出一阵的惊骇无比的大叫声。刚想爬起来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一道冰冷锐利的刀光陡然间划开雨幕，一个长着黄鼠狼脑袋的人形怪物突然从我身后扑出来，拿着一把剁骨的尖刀向着我的胸口就狠狠地刺来，正是几年前在李二奶奶家的鸡圈外把我吓晕的那个怪物。我这头皮一麻，本能的在泥水中一滚，险险地避开刺来的尖刀。那怪物一刀不中，紧跟着又是一刀，狠狠地向我挥了过来。我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捡起一块大石头朝着怪物扔过去。怪物的脑门被石头砸中，沉沉地闷哼了一声，笔直地倒在泥泞中。我手脚并用地从泥泞中挣扎着爬起来，飞快地夺路而逃，也顾不上身上的剧痛，从周三叔家逃出来，冒雨敲开村里唯一安了有线电话的李二奶奶家，用他家的电话直接报了警。警察很快就来了，那个怪物被我用石头砸晕了，还躺在周家后院没醒。警察揭开怪物头上那个吓人的头套，这才发现这怪物竟然就是周三叔假扮的。根据我提供的线索，警察随后在周家的后院里开始挖掘工作，这没多久就挖出2具已经完全骨化的尸体。经法医鉴定，很快就确定这2具尸体的身份，一具是周三叔对外宣称跟男人跑了的他的老婆江淑芳，另一具尸体是邻村一个已经失踪多年的女人张翠玉。江淑芳和张翠玉2人的尸体，这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周家后院中？随着警方调查的不断深入和对周三叔多次的拷问，周家后院的2具尸骨与周三叔被黄鼠狼上身的秘密也开始渐渐地浮出水面。13年前，周三叔的老婆江淑芳抱着刚满4岁的小文哥在村口晒太阳，就意外碰上从城里回来的张翠玉。没结婚前，2人曾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小姐妹，于是江淑芳就邀请张翠玉到自己家里坐坐。江淑芳见张翠玉打扮时尚，衣着光鲜，简直是跟城里的女孩子没什么两样，就一脸好奇地问她在什么地方工作。张翠玉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了这个曾经和自己关系最好的小姐妹。原来张翠玉因为长相出众，到城里打工的时候被一个有钱的老板看上了。虽然这老板家里有老婆孩子，给不了他名分，但是承诺只要他愿意跟着他，就给他在城里买套房，然后每个月再给他5000块的生活费。在那时候，这农民在地里干1年也赚不了几个钱，1个月5000，对于张翠玉这种土生土长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女娃娃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最终张翠玉没有经得住金钱的诱惑，当了那个有钱老板的情妇。这次回来，她是想用自己攒的几万块钱，把他家里那栋又矮又旧的土房子拆了，给他爸妈修一栋洋气的楼房。为了显摆，张翠玉还把背上的包拿下来，拉开，把装在里面的几万块现金给江淑芳看了，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做工精细的工艺品送给张淑芳。那是一个笑眯眯的就像人一样站起来的小动物雕像，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亮黑亮黑的，看起来还挺好看的。张翠玉顺手放在桌子上，说那是个老板从国外带回来的，能值好几百块钱。这一幕就刚好被干完农活回来的周三叔看到。这看到这么多钱，心中陡然就生出了邪念，就给了江淑芳5块钱，让她到街上买1斤肉回来，好留她的小姐妹在家吃饭。江淑芳刚出去，周三叔便一锄头把张翠玉给砸死了。他悄悄地把那几万块钱藏起来，
刚准备处理尸体，可没想到他老婆江淑芳突然就从外边回来。这外边天气凉，江淑芳怕4岁的小文哥冷着，于是走到半路上又把他给抱了回来，打算给他加一件衣服。结果呢，就不小心撞破丈夫杀人这一幕。那江淑芳胆子小，当即就要报警。夫妻2人争执间，周三叔顺手拿起桌上那个小动物的工艺品，当着只有4岁儿子的面，一下子砸在江淑芳的头上。顿时一股鲜血从江淑芳的头顶流下来，然后江淑芳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等周三叔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老婆江淑芳已经没了气儿了。失手将老婆打死，周三叔虽然追悔莫及，但是大错已经铸成，他也只能将错就错，把他老婆和张翠玉的尸体一起埋在自家的后院中。为了隐瞒他老婆失踪的真相，周三叔就对外宣称江淑芬跟着别的男人跑了。处理完尸体，他害怕有人到他家后院里发现他杀人的秘密，所以故意装神弄鬼，让别人以为他被黄皮子上了身，还把那个打死他老婆的小动物工艺品供在后院。他又是早晚上香，故意的对外宣称自己供奉的是成了精的黄大仙化身而成的邪神，除了供奉者，谁看见都要倒霉。所以啊，这村子里才会有那么多关于他的恐怖传言。周三叔这招倒是好用，多年以来真的没人敢进他们家门一步，更是没人发现他在后院中的秘密。可谁知道呢，我们这一群小屁孩出于好奇，竟然让小文哥带着我们到他家去玩，而我还看到了神河上的那尊邪神的真身。为了不让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些小屁孩再到他家的后院去，这周三叔就故意戴上黄鼠狼的头套，把到李二奶奶家鸡圈里找鸡的我给吓晕了过去。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小文哥会想起4岁的记忆。小文哥所说的女鬼，就是他当年亲眼目睹母亲被杀而残留在脑中的真实记忆。他那时年纪小，每次梦到他母亲被杀的场景，都以为是见到吓人的女鬼。也正因如此，他每次见到那个被周三叔当神像来供奉的工艺品时，都会感觉到恐惧，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晕厥。因为那就是他父亲杀死他母亲的凶器。那天夜里，小文哥崩溃了，他跟周三叔起了争执。周三叔失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推下悬崖。小文哥死后，周三叔更是死死地守着自己那间瓦房，谁也不让进去。本来以为万无一失，可是他没想到那天晚上我竟然会背着麦子回家时失足掉进他家的后院。这半夜一场大雨冲开泥土，又让埋在下面的尸骨重新露了出来。冥冥之中指引着我发现冤死的人。最终，周三叔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周家老大赔偿受害者张翠玉家一大笔钱。不久之后生意失败，赔光所有的积蓄。而因为周三叔的案子，周二姐也和丈夫的感情受到很大影响，吵吵闹闹过了几年，最终以离婚收场。今年5一，我带着妻儿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晚饭过后，陪着父母散步，从周三叔门外路过时，看见周家那间瓦房已经因为年久失修破败坍塌了。看着杂草丛生的废墟，我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和小文哥一起上山下河捉虫抓鱼的情景，不禁万分的感慨，悲从中来。这如果不是因为一时的贪念，周三叔就不会失手打死妻子，几个儿女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小文哥，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母亲被杀，承受不住痛苦，跟父亲起了争执，以他的成绩，现在大概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会跟我一样，找到一个喜欢的女人，结婚生子。而周三叔的晚年，也应该是夫妻相携，儿孙满堂的另一番光景吧。世人都说鬼可怕，可真正可怕的，难道不是人心里的欲望吗？